天气不错啊，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最近首拓的这个用福伦达 8-4L 制作的宽幅相机啊，首拓 X 潘嘛。它使用的是机身是福伦达 8-4L 盲拍相机，镜头呢是施耐德的最老款的，因为它体积比较小嘛，47 5.6。这个取景器呢是用的这个名将28毫米取景器。其实等效大概也就是28毫米，因为 X 潘24×65的45毫米是25毫米左右吧。它的这个画幅宽度是62毫米，24毫米乘以62毫米的。因为整个福伦达旁轴机型的这个机芯应该是一样的，这个最后面能够扩宽的最大宽度就是62毫米。这个内部呢，没有用这个 3D 打印，是用黑色的 PE 板。加上遮光海绵，还有吸光布，做了一个比较干净，也算是比较独立的一个遮光舱。调焦环呢，使用的莱纳的调焦筒。我在这里呢做了标记，这个是对焦的标尺，红线呢就是无限远。第一个白线是5米，因为它28毫米嘛，景深还是比较大的。这个带一个红杠的标记呢是1米，0.5米。最里面呢是大概20厘米吧，但是这个没有什么意义啊，因为它近距离对焦的景深太浅了，非常容易失焦，这样盲拍。这两道白线呢是 f11 的景深范围啊，也就是说，当光圈调到这个 f11 的时候，它的这个把这条线对到无限远，就基本可以实现超焦距拍摄了。可以看到，其实从无限远到1米多一点点啊，基本都覆盖。如果光圈再小一点呢 ，f16 就可以基本盲拍了。这个最大快门速度是最快的是500分之1秒，然后是1秒闭门。用一根快门线实现了原来这个快门按钮的联动。设一个闭门，设一个1秒吧，就设一个闭门。它这里面是有一个锁的啊，就是如果把这个归片扳手完全收回去，它快门是按不下去的，所以也算是一个保护。当然了，原来这个快门按钮是可以用的，但是它你看这样上完弦之后呢，这个是不太顺手的，容易挡住。用手指头，因为它比较广嘛，万一挡住的不太好。整个这个机身结构还是比较简洁的，体积也比较小啊，大概和一个 iPhone 15 Pro 的这个长宽正面面积是差不太多的。这个取景器呢，是用它本来这个相机的快门帘，黑色的2片，粘在了里边，形成了2个挡片，能够实现这个宽幅的取景，基本还是准确的。但原来这个快门速度按钮旋钮的这个位置换成了一个水平仪，因为它原来这个测光机构本来想尝试保留啊，但是它是后来失败了。如果要保留的话，因为它是这个快门帘测光啊，需要在这种位置或者是某一个位置额外开一个小孔。这个老款的施耐德47 5.6呢，它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它的体积真的非常的小，可以完美的适配这个M42螺纹的调焦筒啊，可能看不太清啊，这里边用这个小镜头呢，它这个后组的这个直径啊，也可以塞进 M 口的后卡口里面。只要在这个后堵的位置，在顶部稍微添加一个长度合适的一个方块或者是圆块，能够正好的顶住黄斑联动对焦的那个滑轮。那么用这款镜头可以轻易的使用，比如说 BASA-T 这样带黄斑联动对焦的相机呢，实现黄斑联动对焦。这个机器前段时间在楼下拍了一点样片，我已经放到了小红书的帖子里面，
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整体效果还是可以，漏光基本上是没有。即便比较轻微，就是这个镜头的抗眩光能力确实比较差啊，可能加一个遮光罩会好一点点。整个机身呢不是很沉，但是因为前面比较重嘛，它有一点稍微头重脚轻，带上这个镜头盖会好一点。整体的外观还是比较协调。上片呢是过2次片，上弦按下快门，过2次片，上弦按快门。可以来试一下啊，这是一个时机卷。好，还是卡上了。调到这个71的位置，好，就可以拍了。然后是这个过2次片拍1次，底下有一个按钮，可以用来催片。一卷36张的话，大概可以拍18到19张吧，大概就是这个水平。我之前试的是这个24张卷，没有完全是36张，应该能拍18到19张这样。好，就是这些。